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怎么样使用 OpenCV 搭配 MediaPipe 这两个模组来做手部的即时追踪。那大家学会了怎么样追踪手部之后呢，就可以把它运用在其他有趣的专案上面啦。像是你想要辨识某个手势啊，或者是你想要做手语的翻译等等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好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要使用的 MediaPipe。这个 MediaPipe 呢，是 Google 开源的框架，里面提供了非常多种训练好的模型，可以给我们做使用，像是脸部的侦测啊、身体躯干的侦测，或者是物件的侦测等等的。那我们今天要玩的呢，是其中的手部模型，也就是手部的侦测。这个手部的侦测呢，它背后的原理大概是这样哦。首先，它会先做 palm detection， 也就是我们手掌的侦测。它会先把图片中手掌的部分先把它找出来。那找出来之后呢，第二步它会做 hand landmarks， 也就是把我们手掌上的21个点给找出来。那把这21个点的位置找出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大概的去推测这只手现在在做的动作是什么。好。那这些都了解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入程式码的部分啦。OK， 首先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你还没有学过 Python， 或是如果你还没有学过 OpenCV 的话，可以先去看我放在说明栏里面的影片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安装 OpenCV 跟 MediaPipe， 在 Terminal 里面输入 pip install OpenCV -Python。那这边我已经安装过了。好，再来 pip install MediaPipe PIPE。 OK， 我也安装过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这两个模组把它引入进来， import CV2 跟 import MediaPipe。 那我这边把它叫做 MP。 好，引入进来之后直接执行看看。可以发现没有出现任何的错误，那就表示我们真的安装好了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读取视讯的镜头。那要读取视讯的镜头，就跟我们之前做的方法是一样的。我们写 CV2 点 Video Capture， 然后在小括号里面写上你镜头的编号。这边我用编号1的镜头，我叫它 Cap。好，那接着用一个 while 回圈去跑它 while true cap 点 read， 那它会回传两个值，我一个叫它 ret， 一个叫它 ing。 好，那如果它回传的这个图片没有问题的话，如果 ret 是 true， 那我们就来把每一张照片每一帧把它显示出来。 cv2 点 in show ing OK， 然后呢 cv2 点 wait key 卡个1毫秒，那这边我让它 if cv2 点 wait key 等于 ord q 的话，那我就让它 break， 让它跳出回圈结束这个程式。 OK， 我们来执行一次看看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的这个镜头画面显示出来了，那这个是我的手。 OK， 好，读取到视讯镜头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啦。我们要使用 MediaPipe 这个模组来帮我们侦测，来帮我们追踪手。那因为 MediaPipe 它有提供非常多的模型可以给我们做使用，所以呢，要先告诉它现在我们要使用的模型是哪一个。这边我们可以写 mp 点 solutions 点 hands 来告诉它我们现在要使用的是手部的模型，也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手部的侦测、手部的追踪。 OK， 我把它放到一个变数叫 mp hands。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呼叫它，使用刚刚的 mp hands去呼叫 hands 这个函式，
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函式来设置一些参数，按住键盘上的 Ctrl， 然后把滑鼠放到这个 Hands 上面，点下去，可以看到它总共有5个参数可以做设置。那这5个参数呢都有预设的值。这个 Static Image Mode 它预设的值是 False，Max None Hands 它预设的值是2，然后预设的值是1啊 0.5 那这边我都先用它的预设值就好了，等等再跟大家解释这5个参数是什么意思，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做设置。好，那因为呢我要先用它的预设值，所以在小括号里面就可以先不填东西。一样我把它放到一个变数叫 hands， 接着在下面就可以这样子去做侦测。因为这个手部的侦测它需要的是 RGB 的图片，但是呢我们在 OpenCV 里面读取到的图片预设都是 BGR 的图片，所以要先把这个 BGR 的图片先把它转换成 RGB 的图片。我们用 CBT Color， 然后把 ING 把它转换成，把它从 BGR to RGB， OK， 我把这个转换成 RGB 的图片叫做 ING RGB。 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做侦测。 hands 点 process 把这个 RGB 的图片放进来 OK， 然后把它放到 results， 把结果放到 results 这个变数里面，直接把结果印出来看看。 OK， 执行一次。可以发现它印出了一堆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的东西。这个时候我把手举起来，它一样是印出这些东西。我们想要知道它到底有没有侦测到我的手，可以这样子做。对刚刚的 result 去呼叫 multi 底线 hand 底线 landmarks。这个函式呢，它会回传给我们侦测到的所有手上面的21个点的坐标，直接执行看看。可以看到它印出了一堆 none， 那印出 none 表示它并没有侦测到我们的手。如果我把手举起来，可以发现它现在印出了这个 landmark， 那这个 landmark 呢，就是它侦测到的手上面的21个点的坐标。我再把手放下，又变成 none， 手再举起来，就是侦测到手上面的21个点的坐标。OK， 好，我先关闭来看一下。这个 landmark 呢，它总共有3个坐标，分别是 X 坐标、Y 坐标以及 Z 的坐标。那我们有了这些坐标之后，想要把它画到手上面，这样子比较有感觉嘛。有这些坐标我们可以画没有错，但是呢要去把它画上去是有些麻烦。但是幸运的是，在这个 MediaPipe 它一样有提供函式可以来帮我们做画这些点坐标的动作。那这边我们可以写 mp 点 solutions 点 drawing utils， 我把它放到一个变数叫做 mp draw。好，那在下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把它画出来。因为现在不确定总共有侦测到几只手，所以呢我们先判断，如果有侦测到手的话，那我就用一个 for 回圈去跑过侦测到的每一只手。这边我把每一只手叫做 hand landmarks LNS in 这边的侦测到的结果。好，那这个我先注解掉。我们把每一只手它上面的所有点都画出来，就可以用刚刚的 mp draw 去呼叫 draw landmarks， 也就是把每一个点把它画出来。那第一个参数我们要告诉它要画在哪一张图上面。第二个参数呢，就是把我们的点，我们的 landmarks 的点把它传进来。
第三个参数，那这边我先不设定第三个参数，我们先执行看看。好，执行。这个时候我把手举起来，可以看到它就把侦测到的手上面的21个点的坐标都画上去了。如果有2只手呢，一样，它会把2只手上面的坐标都给画上去。OK， 好，那现在画上了这个21个点之后，我想要把它连接在一起，想要把点跟点之间做连接，那我们可以再加入第三个参数，在这边做 landmarks， 加入第三个参数，我们可以写 MP hands 点 hand connections， 这个 MP hands 就是我刚刚上面的这个 MP hands。好，那再执行一次。可以看到现在点跟点之间就用线连接起来了，2只手都有。那如果我觉得这个线的样式或是点的样式太丑了，我想要改变它的颜色啊，改变它的粗度等等的也可以。我们可以在这边设定第4个跟第5个参数。第4个参数就是设定点的这个样式，那第5个参数就是设定线的样式。不过它的设定方法比较特别一点，我们要使用上面的这个 MP 座，刚刚的这个 MP 座，去呼叫它底下的 drawing spec 这个函式。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去设定颜色啊，设定粗度啊，设定半径啊。那假设我想要让这个点的颜色就让它是红色好了，那我就把它的 color 设定成00255，因为这个3个值它是 BGR。好，那我想要让点它的粗度也改一下，我把它的 thickness 设定成5。那半径的部分就不改它，这边我把它叫做 hand landmarks LNS style STYLE。好，再来直接用复制的，这边是设定线的样式，那我叫它 hand connection CON style。 颜色的部分，线的颜色它本来是白色嘛，那我把它改成绿色的02550。粗度的部分把它改成10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刚刚设定好的2个把它写进来。点的样式是 hand LNS style， 线的样式是 hand connection CON style。 好，那再执行一次看看。手举起来，可以发现它的样式就改变了。现在它的线变成绿色的，而且变粗了。那点好像也变粗了嘛，还是一样是红色的，但是感觉有一点变粗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利用上面这种方法去改变它的样式，点的样式跟线的样式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已经侦测到了手，跟侦测到了这个手上面的21个点。那我们侦测到了这些点，要知道它的坐标才有办法去做应用嘛。我们知道这21个点的坐标在哪里，才有办法去做应用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这21个点的坐标把它找出来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再用一层 for 回圈去把这21个点的坐标都把它印出来。外面这一层 for 回圈呢，是把侦测到的所有手它把它画出来，所有手它的21个点啊，还有它的这个线把它画出来。那里面这一层呢，则是把这21个点的坐标把它找出来，把它印出来。这边因为我想要知道它是第几个点的坐标，所以呢，我让它搭配 enumerate 这个函式来做使用。我写 for i， 这个 i 是表示是第几个点，跟 ln 是 landmark， 也就是每一个点的坐标。in enumerate 去跑过刚刚找到的每一只手它的 landmark
跑过每一只手的每一个点，然后把每一个点都把它印出来。先印出它是第几个点，然后再印出 landmark 它的 x 轴坐标，还有它的 y 轴坐标。那 z 轴坐标的部分这边我就先不印。好，那我们执行，手举起来，可以看到它就把侦测到的手上面的21个点的坐标都印出来了，而且呢会随着我的手移动，它的点的坐标也会跟着移动，跟着做改变。好，我先关闭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坐标的编号，点的编号是从0到20，所以总共有20个点没有错。不过它的坐标看起来有些怪怪的，都是0点多少0点多少。那实际上呢，这个0点多少是比例的意思哦。假设我的视窗画面是100乘100的话，那这个 0.5 也就意味着它是在宽度50的地方，那 0.7 也就意味着它是在高度70的地方。所以 0.5、0.7 如果我的视窗大小是100乘100，它就是在50、70的地方。OK， 那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比例把它变成真正我们点的坐标的话，就只要把它乘上我们的这个宽度跟高度就可以了，乘上我们视窗的宽度跟高度。所以呢，这边我改一下，我把视窗的宽度跟高度用一个变数来设定，我叫它 ing height 等于 ing 点 shape 它的第0个值，然后 ing 它的宽度 width 等于 ing 点 shape 它的第1个值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设定一个 x position， 它就会等于 ln x 乘以 ing width。那 y 的 position 呢，就会等于 landmark 它的 y 坐标去乘以 ing height。好，那这边我就可以改成 x position 跟 y position。那我们再执行一次，手举起来，那就是我们这个画面的坐标了，没有问题。不过它有很多的小数点，我把这个小数点去掉，这样会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。把它转换成 int。好，那再执行一次，手举起来，可以看到现在的坐标就都是整数了，看起来就舒服许多了。而且它会随着我手的移动去改变坐标它的位置。OK， 那接下来如果我想要知道它的每一个点，现在这边上面的每一个点是第几个点的话，也可以。好，那我再来把它加上去，让每一个点是第几个点都把它画上去。我们写 cp2 点 put text， 那我把它画在 ing 这张图片上面。我们要写的字呢，就是它是第几个点嘛，也就是 i 的值。那我把它转成字串。那位置的话，我让它设定在 x position， 让它往左25像素，然后 y position 我让它往上5像素，然后文字的部分就随便选一个 cp2 font， 随便就选这个。然后呢，大小我设定成 0.4， 颜色的部分设定成红色00255，再来是这个大小的不是大小，再来是粗度的部分我设定成2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执行一次看看，手举起来，
可以看到它现在上面就显示出来了，每一个点是第几个点。像下面这个就是这个我手掌这个根部的地方就是0，然后上面一点是1、2、3、4。OK， 每一个点它是第几个点就都显示出来了。假设现在我想要让大拇指这个点让它放大一点，也就是第4个点让它放大一点，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写。我先把这边注解掉，我就判断如果它的 i 是等于4的话，那我就 CV2 画一个圆 circle， 画在 ing 上面，然后呢，我看一下它的参数哦。第二个参数是中心点的位置，那中心点的位置就是 x position 跟 y position。再来，第3个参数是什么？第3个参数是半径，第4个参数是颜色。好，半径的话，我让它是10好了。那颜色我就让它是红色，00255。那我想要让它填满，所以我写 CV2 点 field， 再执行一次，手举起来，可以看到大拇指这个点，它就会特别放大。如果我想要再让它大一点，我把这边半径设定成20，那颜色也改一下，我随便打一个颜色，56，这个166，好，随便打一个颜色，执行。举起来，可以看到现在大拇指这个点就放大了。OK， 好，那这边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玩哦，看你想要把哪一个点放大。因为呢，我们现在都已经有每一个点它的坐标了，就可以实际的去做应用。好，再来，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个手部的追踪1秒钟是几帧的话，也就是1秒钟更新几次画面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写，再多引入一个模组，一个 time 的模组，然后设定2个变数，一个是 previous time， 我叫它 p time， 一开始是0，还有 current time 一开始也是0。那1秒钟几帧，也就是 FPS 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设定，把 current time 先等于现在的时间，然后呢 FPS 它就是等于1除以 current time 减掉 previous time， 接着再把 previous time 设定成 current time。好，那这样子 FPS 就设定好了。那我们把 FPS 也把它写到画面上面，也把它画到画面上面，一样用 putText， 那把它画在 ing 要写的要画的文字，这里我用一个 F 字串 FPS 冒号，把刚刚设定的 FPS 写进来，不过它有可能有小数点，所以呢，我把它转换成整数的。再来，第3个参数是位置，那我让它在左上角，让它是30、50的地方。再来是文字的样式，那我就随便选一个 CV2 font。好，再来是文字的大小，那设定成1好了。颜色，我让它是蓝色的。再来是粗度设定成3好了。好，那应该没有问题，再执行一次看看。可以看到 FPS 现在就写在画面的左上角了，它大概是在230左右哦。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之后 FPS 变成10几20 ，OK。
好，那这个 FPS 会因为每个人的电脑它的数字不一样哦。像我现在电脑它可能比较弱一点，所以呢只有10几的 FPS。OK， 手放下来 FPS 就比较高一点，手举起来就会比较低，因为呢它要去侦测手，还有侦测这些点，所以呢对电脑来说就会比较吃力一点。它就会花比较久的时间 ，FPS 就会比较低。OK， 好，那再来，我们就把刚开始没有跟大家讲的这个 hands 里面的参数，把它让大家了解一下。我们一样回到刚刚的这个参数的地方，可以看到它总共有5个参数嘛。第一个参数是 static image mode， 那这个参数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要侦测的是静态的图片还是动态的图片？简单的理解来说，如果你想要侦测的是影片的话，这边这个参数你就写 false； 如果你想要侦测的是一张图片、一张照片的话，这个参数你就写 true。所以呢，我现在侦测的是我的视讯镜头的画面嘛，那我视讯的镜头它并不是静态的图片哦，它是一直有图片不断的更新，所以呢，这边我就写 false。我就用它的预设值。那这个 max non hands 呢，就是最多能侦测几只手。它预设值是2，就是最多能侦测2只手。OK， 你也可以改它，改成3、4、5，随便你。这个第3个参数 model complexity 呢，是模型的复杂度，它可以设定的值只能是0或是1。根据官方网站所说，这个 model complexity 设定的值越大的话，通常会越精准。不过它现在只能设定成0或是1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说你设定成1的话，通常会比较精准。第4个参数是 mean detection confidence， 翻成中文的话就是最低的侦测自信度。其实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侦测手掌的严谨度。它的值可以从0到1，你设定的值越大，也就是说越严谨。假设你设定成 0.99， 那在这么严谨的情况下，可能就会有的时候侦测不到手，就是明明有手，但是侦测不到。那如果你设定的值非常的低的话，假设你设定成 0.01， 也就是说非常的不严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能有的时候不是手的东西也会被侦测成是手。OK， 再来第5个参数是 mean tracking confidence， 翻成中文的话是最低的追踪自信度。那其实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追踪的严谨度，它一样值可以从0到1之间。你设定的值越大，也就是越严谨；设定的值越小，就是越不严谨。越严谨的话，就越有可能需要重新的去侦测手掌的位置。那越不严谨的话，就越有可能你手的位置就跑掉了。好，这些参数都是一体两面的哦。你想要让它设定的越精准，相对的来说，你的电脑运算的时间可能就要比较久。那你想要让它运算的比较快，相对的来说，就有可能越不精准。OK。好，那都理解了这些参数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玩一下。我们把这个 mean detection confidence 把它改掉。假设我把它设定成 0.9 好了，让它的严谨度变高。那我们执行一次看看。这时候把手举起来，还是侦测得到。那如果我就让它变成 0.99 呢，再执行一次。可以看到我手举起来了，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侦测到。拿掉，再上来，过一段时间没有侦测到，没有侦测到，现在才侦测到。好，那如果我把它设定成 0.1 的话，执行一次，这时候可以看到哦，我如果把脚举起来，它也把它侦测成是手 ，OK。那如果再设定成低一点 0.01， 可
可以看到它已经把我的棉被都侦测成是手了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些都可以自己去设定。那我再改一下，如果我把这个 Min Tracking Confidence 也改一下，本来是 0.5 嘛，假设我把它设定成 0.9， 也就是越容易的需要重新的去侦测手掌的位置。可以看到我这样子好像还不够大，我再让它到最大好了 0.99。可以看到我这样子挥手，它就一直消失嘛，消失就表示它重新侦测。那如果我把它设定的非常的低的话 0.01， 执行。可以看到我好像不管怎么挥，它都没有做重新侦测的动作。OK， 好，那这些参数呢，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玩玩看哦。Min Detection Confidence 还有 Min Tracking Confidence， 这边它预设值都是 0.5。好，那如果我把它的 Model Complexity 我把它设定成0看看会怎么样。执行。好像也没有什么差齁，两只手设定成1呢，我是感觉不出差别啦，不过 FPS 好像有明显的变低，现在是10几嘛，如果我设定成0的话，举起来，好像是20几嘛。OK， 这都是一体两面的哦。你想要让它更精准，那相对的来说，运算的时间就会比较久。你想要让它运算的速度越快，相对的来说，你的侦测可能就会越不精准。好，那这些参数就留给大家自己去调整，自己去玩了。我们的手部追踪就做到这边了。我们可以成功的去侦测手的位置，并且呢追踪手上面21个点的坐标。那有办法追踪手的这21个点坐标，就可以把它应用在很多有趣的专案上面啦。比如说，你想要侦测某个手势，如果侦测到某个手势之后要做某些动作，或者是说你想要做手语的即时翻译等等的。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有趣的专案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手部的追踪应用在上面的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